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安妮·伊姆霍夫是目前世界上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之一，而在我心里甚至没有之一。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他代表德国创作了《浮士德》，摘得金狮奖，并引发了国际艺术界的轰动。他从一名仅在德国受到褒奖的艺术家，晋升为享有全世界的盛赞。我也正是在现场观看过《浮士德》后，成为他诚实的赞美者。7月酷暑的威尼斯，我连续3天看了3遍演出，至今依旧记得那一次走入德国馆后，即刻被气氛感动，不禁流泪。一种居住在心中已久、类似悲伤的情感被唤醒。那时候，伊姆霍夫本人都未能意识到，他多么大程度地赢得了观众，以及他对这个我们所在的世界敏锐的洞察和精准的表达是多么令人震撼。今年夏天开始，经过2年半的策展，伊姆霍夫在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中心巴黎的东京宫举办个展，项目名称叫做 Carte Blanche， 法语意为全权委托、自由展示。被这个项目邀请的艺术家不仅可以自由支配东京宫全部1万平方米的面积，而且享有更多自主权进行创作和布展，甚至可以把整座建筑变成他们的一件作品。而伊姆霍夫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不仅是伊姆霍夫在法国的第1次个展，而且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展览和演出。展厅内不仅有他个人创作的素描、绘画、装置、雕塑、音乐以及影片，还有他借来的28件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加上他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的表演，创造了展览史上一个全新的类型 Affective Abstraction of Human Being。 伊姆霍夫的艺术从素描和音乐开始，之后非常迅速地扩展到绘画、雕塑以及装置，最近甚至更多的拍摄影片。然而身体才是他创作中最核心的艺术形式。这个身体，生命被从中抽离，有一种吸血鬼般的忧郁，好似一台肉体机器，但体内流淌的不是血，也不是任何形式的能量，而是被纯化的情感。这些情感不会与身体产生生理上的刺激反应的连结，而更像是从褪了色的古代雕塑身上析出的迷香。这个身体不局限于时空，人的存在因身体被抽象化的运用而获得一种非时间性。在我们眼前的看似血肉之躯，但在伊姆霍夫营造的氛围中已然化作一股情感的意念，一个无性、无种、抽象的人。可以十分真切地感受到，是他促使伊姆霍夫的主要合作艺术家 Elisa Douglas 在他最新的作品中用鞭子抽打海浪，在另一部影片中，在黄色的百合花丛后面跳着仿佛世界末日的最后一支舞。同样的力量鼓动着 Clara Liden 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狭小房间里挥舞木棍，敲打一辆自行车。这些看似荒唐的举动使我们不再难以想象，当 Cy Twombly 在洁白的画布上泼洒第一笔猩红时应该有着类似的动机。Twombly 在抽象中暗示的激烈情感，在伊姆霍夫借助的象征主义暗喻下，通过身体被更加具象的表达，而与 Douglas 和 Liden 的行为相比，却又保留了更多抽象。所有这些在身体与精神之间的情感性的关联，是伊姆霍夫的艺术精髓，极其准确、完美地体现着德国理想主义古典传统。A Cultural Archaeology。 关于这个伊姆霍夫抽象化的人，有一种限定是明确的，那就是他属于此时此刻，他来自我们这个时代。伊姆霍夫的演员们的装束和神情并不让人感觉陌生，尽管他们的举止有些古怪，甚至有些令人不安，但始终没有超出我们熟悉的范围。甚至这世俗化的一面还会使一些观众更难投入他所创造的情感环境中，因为这部分符号似乎看上去太过日常，就像许多人因 Balenciaga 选普通人做模特而质疑他还是否属于时尚。然而真正懂得时尚的人是不会怀疑 Demna Gvasalia 为 Balenciaga 所做的转型非常符合当代时尚精神。不仅如此，还会肯定他将时尚与政治理念以及社会运动无缝连接的做法是极具开拓性的。一位真正的当代艺术家要让自己的工作在艺术的历史中找到根基，而且还要与其所在的时代紧密相连，并对社会问题持有鲜明的政治态度。
Imhoff 创作的既不是沉浸式戏剧，也不是走下舞台的歌剧，还与任何行为艺术相区别。如果你起初不了解 Imhoff 在做什么，那么也许是因为你对当代艺术不敏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但如果看了他的作品，了解了他做过和正在做什么之后，依旧无法接收到他传递的感受，那么这就不是因为不了解当代艺术了，而是说明你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演化，尤其是最近40-50年发生的转变，对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中那些决定了现今社会形态的事物知之甚少。Imhoff 带领我们完成了一次文化考古，回顾他自青年时代立志成为艺术家时所关注的一些东西，有些是18、19世纪的前辈，而更多的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关注社会问题、视角独特却鲜为人知的当代艺术家。因此 Imhoff 的这个展览既是他对自己美学构建过程的展示，也是一部极小众的艺术创作的历史，针对的是一些近40年西方社会边缘人群的文化。尽管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注度已得到很大改善，但这部仍然现实且鲜活的艺术史却始终被忽视。在 Imhoff 的导引下，我们不只是意识到，而是深切地感受到，在此期间一次又一次更迭至今的社会变革是多么必要。In contemporary urban ruins， 在 Imhoff 的魔法下，东京宫幻化成一头捕兽林群的怪兽，冷峻又温柔。人们在他重塑的城市废墟中体验失而复得和得而复失，被涂鸦包裹的玻璃墙隔出了一个个更小的空间，空荡又私密，每一处像是喃喃自语的遗迹，像我们吐露曾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绪。我会坐在地上，靠在旁边的墙上，望着这些似乎还散发温热的物品，像是等待一位好友回家，但却不知他何时回来，是否回来。这感觉像极了美国摄影师 Alvin Beltrop 在其著名影集 The Piers 中记录下来的情景。在纽约 Hudson 河西岸，以男同性恋为主的边缘人群聚集在一片被遗弃的船屋和厂房当中，那里是他们的舞池、避难所、性场所，那里是他们的天堂，因为道德和法律都对他们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人们在废墟中享受惬意的私密时光，彼此依偎地挤在码头上晒着太阳，不会有船再在这里停下，他们也不在乎是否有船偶尔经过。Imhoff 在建造这座城市废墟时满怀深情，如同欧洲贵族青年16至18世纪结伴而行，游历意大利，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一般激动。他隐秘在喧哗之外，也从不曾期待被发现，直到我们的闯入。Imhoff 的东京宫抽象地重塑了世界被遗忘的一个角落，一个通常被刻画成落魄、丑陋、阴暗、淫秽的形象，一个被多数人武断排除在想要了解的事物之外的东西，一个他们不想出现在自己精美安逸的小房间中的杂物。Imhoff 和他的艺术家们不合时宜地带着这些经历和渴望，宣告他们的存在和价值，但这并非怀有敌意。嘶吼不意味着打扰，直视不代表鲁莽，推挤不等于侵犯，歌词、诗句、念白中的威严也不代表愤恨。表演者与观众在没有任何道德成见的干扰下，感受着与陌生人进行无言语介入的平等交流。这如同 Jeff Koons 或者 Pierre Agile 解构当代工业文明和流行文化中的意象，不论是宗教中的还是政治正确的。不过 Imhoff 没有采用 quiche 那种戏谑的方式，也没有试图摧毁他们原有的模式，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在被压抑的情感中注入更多力量，让被世俗伦理和规则轻蔑的人群脱离被动所在的类别，并给予他们一种高雅。就像渔民敲开牡蛎的外壳，从或新鲜或腐烂的肉中剥出晶莹剔透的珍珠。身体上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表演者会时而缓慢地扭打、抚摸，甚至做出淫秽或暴力的模仿。他们还会刻意地与观众发生身体接触，推挤、划蹭、凝视，尤其是有时他们故意要从十分拥挤的观众中间穿过，不顾一切地想要通过随机形成的几百人的阵型，从一端去往另一端。这表达了一种渴望和决心，不再需要压抑内心的感受了，而是接受它们，与之共存，
甚至尝试享受它们在体内、在精神中作祟，不试图降服，而是直接冒险地驾驭它们。Naturmort， 因霍夫构思的一切都始于他对图画的敏感。他熟练地运用象征主义系统，从寓意到构图，从姿态到色彩，身体被当作一个二维表面来处理。他的作品甚至有时被称作活的图画，演员好似从 Bio Viola 的屏幕中走出来的，又像是 The Gasmager 的舞者被放慢动作。这些对比并非十分恰当，但这是一种方式，让我们了解伊姆霍夫如此出挑的艺术形式，如此令人琢磨不透的表演，其实并未离开西方美学历史半步。Naturmort 是这次展览的名字，直译为静物。它原本的意思是18世纪前后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绘画题材。伊姆霍夫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这个词在法语和英语两种表达之间存在相悖之处。法语 Naturmort 包含 mort 死亡一词，而英语 still life 中却使用了 life 生命，使得这个词同时具有生与死两种内涵。静物这种题材通常把有生命的植物与无生命的家具、器皿放置在同一画面中，同时还包括一些死去的动物。画家尽可能地把它们刻画得像真的一样，越栩栩如生，越能体现画家技巧的高潮。静物画只有极其简单的名字：桃子与葡萄，葡萄与苹果，瓶子里的白玫瑰。有时如果画中物体很多，甚至就只取名叫静物或者无题。今天人们对伊姆霍夫这种风格的着迷和赞美，与18世纪法国人被沙赫旦的静物所折服有类似之处。在柔和的光线下，物体被看似随意的排列组成，颜料密集的堆积，笔触非常自由。沙赫旦用画有生命的事物的手法来描绘死物，唤起一种亲密的气氛。对沙赫旦的赞美更多源于他对自然的忠实再现。他对事物的模仿不只做到了看上去逼真，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能够感觉到画中的就像是真的。静物题材最初起源于一种宗教主题 Vanity， 主要包括两个并列的层面，一边是象征生命活力、带来欢愉的花草、食物或其他享乐的物品，同时搭配着警喻死亡或时间飞速流逝的装饰。伊姆霍夫的表演也通过对经典意象的使用，来使观众更容易理解他的理念。最典型的情节之一就是 Elisa Douglas 裸露上身，在一间被格外照耀的小房间的储物柜上，如野兽般贪婪着吸吮着石榴。这也是本次展览的海报的由来。借用生与死的模糊状态来反问永恒的内涵，伊姆霍夫借来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画家 Géricault 的习作，后者用黑石和红粉笔勾勒出一具支离破碎的马的尸体的骨骼结构和肌肉组织，乍一看略显恐怖，那就是死亡展现给我们的第一副面孔。然而倘若我们掀开这副面纱，我们条件反射的被激发的恐惧便会平静下来，似乎可以看到时间像微风一样从马的骨头间拂过，死去的灵魂一点点随之析出，飘散到画面之外。这应该就是 Géricault 真实看到的，当他的笔与画纸接触时所感受到的动人场景。伊姆霍夫的努力让我们明白，这并非只是虚无缥缈的想象，跨越时空的情感交流是真实存在的。他用自己的方式画了一幅与之相映成趣的铅笔画，白纸像镜子一样映射出他自己的剪影，勉强可以看出的人形预示着颤动的灵魂。On vit avec un cœur trop plein dans un monde trop vide。 与静物同时包含生死两界的模糊感类似，浪漫主义的气质也内含两股相互排异的气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未知的家莫名而生思乡之情，但也正是在这私生的伤感中，人向内找到了一个深层的自我。奇迹般的，他不会胆怯，不再哀伤，顿悟了一样走出自我怜惜的幽静，驻足在陡峭的山脊、浩瀚的大海前，献出自己，与之融为一体。不论是和煦还是森寒，不论徘徊在但丁的地狱边境，还是穿梭于雨果的教堂钟楼，
不论是狂饮爱的蜜汁，还是沉在噩梦的深处，都心甘情愿。形而上的欢畅使人成为更纯粹的人。这是对19世纪浪漫主义情节的描述，而这些情愫并非真的直到18世纪才诞生，也从未真的从我们身上消失。伊姆霍夫天赋异禀地捕捉到了它，复活了它，为它注入了当代的病症，也因此助我们回忆起人真实的本应有的样子。在自然主义中加入超自然主义的元素，不是伊姆霍夫独创的魔法，它曾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技巧被广泛使用。叙事沿着写实主义道路展开，却在途中遭遇荒诞、奇幻、不受约束的插曲或转折。每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都是一个模仿现实却又不受其中任何规则限制的人造景观，看似按部就班，实则随心所欲。许多电影也采用相同手法，例如《大鱼》、奥兰多、坠入、鸟人、还有不久前的 Jojo Rabbit， 数不胜数。但是伊姆霍夫的戏剧没有剧情，也就不需要叙事，它更像是一首无始无终、可被随意切断的史诗，可以无限绵延下去，也可以在任何一段停下，循环往复。当然做到这点绝非易事。伊姆霍夫在采访中曾谈到，他在创作初期与演员合作，不断测试哪一种姿态最能体现他想要传递的感受，却又不会让大多数观众感到不适。希腊戏剧大师 Dimitri Babayanu 也通常采用类似的工作方法，伊姆霍夫则甚至每场演出还会在现场亲自实时指导。伊姆霍夫的舞台是无限大的，他在其中画出自己的轨迹，简单的外表包裹着内在的千变万化。观看静物这个展及其表演，仿佛听闻一场燎原的大火会随时来袭，但眼前却只有零星的火苗在燃烧。已精疲力尽的舞者们把它们当作晚宴篝火最后的余晖，恍惚间误当作次日的第一缕朝阳。我们是 Dr. Kupo， 下次见。